忠厚老实的茶农阿帕基正在将黄金原液注入到一个精致的茶壶中。刚来的新人立刻被要求干了这一杯，这杯热气腾腾的茶，蓉蓉该怎么办呢？今天我们来玩一下超像可动系列里JoJo第5部《黄金之风》里的阿帕基。这次的超像可动阿帕基经历过3次再版，因为是19年1月入手的，我手上这款应该是出版啊，所以后续的再版外盒估计和视频里的会略有不同。盒体的背面展示出了几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名场面配件，所以内容物就是如此了，不多，但似乎很有趣。直接来看到本体，因为是接近6寸1:12小比例的人偶，是一手可以把玩的规格，可能新玩家会觉得有些小，但其实和同一部的主角乔鲁诺相比，这款阿帕基其实已经算很大只的了。同时因为是出版年代较为久远，我买到的这款阿帕基腰带和脚尖都有些脱胶，后来呢我把给重新粘起来了。茶哥的发型其实和替身的轮廓是非常呼应的，都是梯形的样式，合理而且很潮啊，也为剧集里的关键剧情在造型阶段就埋下了伏笔和铺垫。做工细节上，胸口的部分感觉表现还可以，稍显粗糙了一些，但没有太过分的异色瑕疵。头顶很像一个鸡蛋壳，合同的头吗？大衣胸前的深 V 开襟长驱直入，看向下方啊，很时尚啊。规整的卡站站姿下，整个下盘动态弧线是挺好看的，也有一定的层次感。到了整体呢，乍一看似乎还挺不错，但是我要说个我比较在意的缺陷啊，聚焦到腰胯会发现这个部分有点缺少整体感，有点散碎，不够饱满。上手直接来看腰胯的部分，如果我把后裙给展开，透过后面的光源会发现，其实腰胯的组件更像一整个的素体关节，是有一定空洞感的。这个缺陷又带来了优点，大衣后摆几乎可以是一个超可动，甚至连超人的造型都可以摆出来啊，还是挺帅的。只是大腿抬起后，后摆会被大腿根部挡住，这会让一些造型经不太起推敲，但也还行啊。头部因为这个俏皮的长发，左右平转以及抬头低头都会受到长发的干涉，活动范围有限。而这个长发也挡住了指甲孔位，需要把头发拨开一些才能插上指甲。因为很少的可动啊，让这款阿帕基胸部以上基本只能直挺挺的摆造型。肩部延续了黄金之风系列的结构，肩关节需要拿捏好，跟着手臂一起转动，把玩要小心一些。手肘大概有个170度左右的可动范围，手腕袖口这里被衣服的结构包裹住了，没什么活动空间。而脚部一方面抬脚踮脚会被裤腿挡住，而另一方面侧摆的活动角度倒也挺大的啊，似乎接地还可以。但这款阿帕基站柜最好还是有支架。我当时刚入手，因为部件的脱胶和手感比较零散呢，第一印象对这款玩具稍微是不太好的，所以一直没有做这款的开箱。而这次深入把玩后呢，感觉倒还不错。接着是配件方面，都是些小道具，替换头雕也与以往有所不同。所以我们先来看第2重要的配件，替身造型的阿帕基的替换头和手。这是当时间差为0，达到实况直播效果的鱿鱼蓝调。在剧情中，它伪装成了本体，被一路索的镜中人拖进了镜子里，并且还造成了有效的反击。但超像可动的造型则更还原出了漫画里的效果，和动画里的样子略有不同。接下来的2对造型手呢，就是超像系列比较常见的了，但是专属拿茶壶的这2款造型手型就很特殊了。配合上可以打开的茶壶，茶壶内的液体甚至是倾斜的，就很还原剧情啊。并且还有2款茶水特有的特效键，很通透，但是也有点浓郁了。茶壶底部的孔洞可以插在专属右手的卡榫上，再把液体特效卡在左手的壶口里，这里我是夹进去的，也不知道装的对不对就是了。然后就能展现出友善的前辈在帮后辈铲茶的造型了。虽然看起来有点拽，但是这个画面还是很温暖人心的。如果手边我们还有蓉蓉套件里的杯子，就能还原出一整套茶具了。顺便呢，铲茶的左手也是可以拿起茶壶的。人物配合上这个动态感的道具，效果还不错。哦，对了，拿茶壶的手如果不切开手指的并联，是拿不了蓉蓉的杯子的，这里要注意。OK， 这么一次时隔许久的把玩下来，我之前的一些看法确实发生了改变。这款阿帕基本体预留了不小的可动，本体静置偏收敛的姿势呢，可能是会更帅气一些的，但动起来倒也不差，脸很帅，配件可玩性也很高，我很推荐。